老爷慢点儿，老爷别急，奸妇！也不是。身为我国公府夫人，竟敢偷情！老爷，国公爷，是夫人勾引我的。贱人！国公爷，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只要今日他与你通奸的罪名坐实，我保你一家荣华富贵。已经有人给他下了药，你放心去便是。国公爷，是夫人勾引的我呀，是真的，你相信我，我求求你了，国公爷，饶了我吧！将此人乱棍打死，活去喂狗！国公爷，哼！贱货，我待你不薄，你竟敢如此对待我！贱货！爹爹，我要跟娘亲睡。爹爹娘亲，我也要玩游戏。爹，别打娘亲，别打娘亲！快走，小五，以后照顾好姐姐。娘亲不哭，是我不。来人，把这两个野种拉开！不要，不要！老爷，妾身是冤枉的。捉奸在床，你还想狡辩？说，有何冤？妾身虽然行为不端，损了国公府清誉，但孩子是无辜的。两个孩子是您的亲骨肉，也是镇国将军府的亲外孙。老爷，你们切莫迁怒他们呀，老爷！好一个行事不端，好一个镇国将军府啊！姐姐，你母家镇国将军府虽大，可以容不下你这红杏出墙之人吧？况且镇国将军府已倒，你还在提及，难道是想威胁国公爷忍下你的背叛不成？又做噩梦了？还是以前那件事？嗯。诗诗，为你外祖和母亲报仇，不是只有进宫这一条路。云姨娘的女儿叶霜已经成了贵妃，残暴无比，你的身体也……师兄，不必再说，我心已决。当日娘亲被人冤枉致死，我和小五也背上了野种的骂名。遭到追杀后，小五为了保护我，至今下落不明。除了报仇，我还要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在复仇之后保护他。我必须进宫。太后懿旨，新皇登基，后位空缺，谁若是第一个产下皇子，便能一步登天，成为皇后。不过，如今掌管后宫的双贵妃，眼里可是容不得沙子的主。各位小主若是冲动行事，没入皇上的眼，反倒入了贵妃娘娘的眼，那就自求多福吧。纯妃爱笑，那日在御花园笑得花枝乱颤，连皇上都看了两眼。不知妹妹笑起来是否也如纯妃这般好听呢？臣妾不敢，臣妾不敢。每多笑一声，就多贴一张，直到她不笑为止。本宫乏了，妹妹多待会儿，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臣妾最近身体不适，需要好生休养，还请娘娘将臣妾的绿头牌拿下，以免臣妾服侍皇上不周。有病自然得调养，这点小事，本宫帮你。谢贵妃娘娘，谢贵妃娘娘，谢贵妃娘娘。娘娘，纯妃没气息了。那就喂鱼吧。新人们已经进宫了，那个是施贵人，听说选秀那日，皇上很是看重她。那就安排在丽婕妤宫中吧。丽婕妤陪伴皇上多年，想必定能好好教教施贵人。小主好福气，永恩宫可是除延禧宫之外离养心殿最近的宫殿，里面是丽婕妤主位，还有一位李贵人住在西偏殿。李贵人最近不久刚小产，小主还需谨慎行事，别出了门里。你就是这届的头筹秀女，施贵人，长得也不怎么样嘛。妾身给二位姐姐请安，望二位姐姐万福金安。听闻施贵人从偏远地区选送上来，路途遥远，一身寒气。丽婕妤娘娘特意将这份炭火赏赐给施贵人。敢夺本宫的赏赐？臣妾不敢，只是在臣妾家乡有一种传言，一炭万金，只有身份特别尊贵的人才配享有火运。尊卑有别，臣妾不敢跟娘娘抢了婚运。果然是乡下出身，怀里竟然这么多。不过你是皇上亲封的贵人，本宫也不好怠慢，这是本宫赏给妹妹的见面礼，还望妹妹收下。谢谢姐姐。这么素净别致的衣裳，姐姐可是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一件，还望妹妹穿上给本宫看看才好。是，就在这儿换。来人，把施贵人的秀女服饰给我脱掉。干什么？干什么？放开！你在干什么？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撕碎贵人的赏赐！来人，绑去慎刑司，让他好好学习规矩。娘娘息怒，臣妾这是为了救人，才不得已行此举。难不成你是想说你为了救本宫不成？贵人天资聪颖，确实如此。粗布麻衣本没有什么，只是这白色……贵人，白色棉麻可是孝衣。皇上正值当年，太后也凤体康健，姐姐送这孝衣，是想提前为皇上太后送丧，还是行巫蛊之术诅咒皇上太后？姐姐敢送，妹妹也不敢穿啊！放肆！你敢污蔑本宫？这明明只是一件普通的粗布麻衣。妹妹当然是明白姐姐的，所以我已经将它撕碎了，现在它就是一块碎麻布条，姐姐大可放心。好机灵的丫头，竟敢在我眼皮底下玩花样！妹妹伶雅俐齿，在这届秀女中位分也属头位，想必妹妹一定有过人之处，才会让皇上多看你一眼。今日酷暑，正好逢雨，妹妹展示才艺，散火气。雨越下越大，妹妹站在这雨中，真是清丽可人，楚楚动人啊！快点吧，本宫甚是乏力，还想久睡一会儿。臣妾擅长音律。歌女啊，那快唱吧。
何处传来如此悦耳之声？回陛下，似有恩公。去看看。百家有恩公。歌声婉转动听，琵琶弹的也是绝妙。你是何人？回皇上，贵人将是雕虫小技，不敢单此夸赞。双贵妃乃宫中琵琶第一人，你竟将她比了下去，有何不敢当？臣妾不敢。传太医。贱人！进宫第一日就敢狐媚惑主，你们两个废物，连个小小的贵人都制服不了，还让皇上注意到了他，本宫要你们何用？既然他这么能干，本宫就来会会他。听闻你进宫第一日就挡了厉婕妤和李贵人的赏赐，好威风啊！本宫还听闻皇上怜香惜玉，为侍寝就给了你诸多赏赐，想必你那首琵琶弹得要比本宫好上许多，本宫如何能不听？这琵琶是先皇赏给元太妃的念昔琵琶，意为念念不忘，时时怜惜之意。元太妃离宫之后，就将此琵琶赏给了本宫，奖励本宫与皇上的年少情深。大胆，双腿如此无力，日后如何伺候陛下？来人，帮帮施贵人。今日本宫就将此琵琶借你弹奏一曲，好让本宫也听听取代本宫的第一琵琶的音律到底是何天籁。竟敢弄坏念昔琵琶！娘娘恕罪，臣妾娘娘面前不可狡辩。皇上看中的人脸被弄坏了怎么办？来人，将他扶过来，让本宫好好瞧瞧，可否受伤？是你？给。若不是你寻人前来救我，我现在估计都还在假山上担惊受怕。此乃信物，今日受你恩情，来日必还。冰糖葫芦亮晶晶。傻子，把手上的东西给我。不是冰糖葫芦。傻子，就知道冰糖葫芦，怎么不吃死你？就你也配做国公府嫡女，也配拿皇子的信物？哼！娘娘以为臣妾是谁？娘娘以为臣妾是谁？不可能，那傻子早就被烧死了。但就算不是，此人也留不得了。施贵人言行无状，冲撞了本宫，将他……娘娘不好了！何事如此慌张？皇城之内，成何体统？李贵人身中奇毒，命悬一线，皇上命娘娘彻查。大人，贵人如何？只是皮肉伤，暂无大碍，好好服药，不会留疤的。娘娘既然无碍，奴才先行告退了。刚刚是从延禧宫偷溜出来的，时间太久，恐怕被发现。今日多谢。何必呢？无碍，有你在，死不了。你若总钻进双贵妃的陷阱，我总有救不了你的时候。那得感谢老谷主救下那么多苦命人的性命，也让我不至于孤身前行。放心吧，王喜在双贵妃身边潜藏了多年，有她在，我丢不了性命的。罢了，你执意如此，路到此处，
也退无可退了。例如李贵人中毒一事，双贵妃肯定会护着李婕妤，你有什么打算？我自有办法。皇上口谕，传施贵人至永安宫正殿。来了。臣妾参见皇上、娘娘。皇上、娘娘，万福金安。堂下这丫鬟，你可认识？回皇上，她是我宫中管理花草的丫鬟莹儿。她告发李贵人中毒是因你所致，你有何话可说？我给李贵人下毒？皇上，没有的事，我跟李贵人也就见过几面，我怎么可能对她有残害之心？请皇上明察。皇上，施贵人入宫那日，李贵人曾有意刁难，或许施贵人因此生了怀恨之心吧。断断没有的事。皇上，李贵人是何时毒发？一个时辰前。一个时辰之前，我去了双贵妃宫中听训话。你看，我才刚刚回到宫府，没有下毒的时间。听个训话，怎么受这么重的伤？皇上，今日妹妹在我宫中打碎了花瓶，不小心摔倒，还请妹妹原谅姐姐的照顾不周之罪。起来吧。皇上，奴婢没有说谎，是贵人指使奴婢下毒的，所以自然没有实际行凶。奴婢这里还有贵人给的毒药。贵人，这是你给奴婢的吧？是。皇上，贵人将此毒药给奴婢，又让奴婢将此毒药下入李贵人的茶水之中，不过半炷香的时间，李贵人便毒发。奴婢实在是害怕，便向太医院的张太医询问，才得知原来里面含有刺蛇草，是剧毒。你好大的胆子！刚入宫第一天就敢残害他人，陷害姐妹！若留你这种心胸狭隘之人在后宫，那岂不是永无宁日？来人，将此蛇蝎妇人打入冷宫！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双贵妃这么着急发落我，是想掩盖什么吗？让他说。你胡来攀扯什么？本宫身为贵妃，尔等犯错，本宫发落你有何不对？既正大光明的话，一个花草侍女的诬陷，贵妃怎么就如此确信？除非你是想帮真正的凶手打掩护。大胆！你敢诬陷本宫！皇上，李贵人现在生死未卜，李婕妤平日待人和善，臣妾实在担心。皇上，这药确实是臣妾给的，但却不是为了毒害李贵人。你既承认药是你，还不认罪？你的意思是你这药无毒？是。那便请施贵人全数饮下。请贵人进饮。皇上，这药确实有毒。你既已认罪，但这也是治病的良药。何意？此事臣妾本不想说，但事已至此，我只好将实情全部吐出。婕妤恕罪。你什么意思？施贵人，此事你已攀扯2位嫔妃，倘若今天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朕绝不轻饶。回皇上，刺蛇草确实有剧毒，但却有清百毒之名。普通人吃了会中毒身亡，但如果中毒的人吃了，就可以保住性命。你的意思是，李贵人中了其他人的毒，你在用毒药替李贵人解毒？正是如此。施贵人模样长得娇羞，没想到口才也了得，如此诡辩，你当皇上与本宫是傻子不成？是不是诡辩？皇上召集太医询问即可。戕害嫔妃，污蔑贵妃，还敢胡说八道，还敢拖延时间！你传太医。参见皇上。起来吧。
谢皇上。皇上，此药里面掺了10足10的刺蛇草，是为剧毒。石贵人，朕念在你爹江勇为洞庭水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份上，今日已容你多次狡辩，但是现在证据确凿，你已是罪无可恕。皇上，关于这个刺蛇草的功效，臣还有些补充。说。刺蛇草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剧毒，可它对于中毒者来说，那可是救命之药。因救命之功效，很少人用过，所以非常少见。姜太医是太医院之首，事情比较多，可能忙忘了。老臣疏忽，刺蛇草确实有以毒攻毒之效用。皇上，若真是臣妾下毒的话，李贵人现在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她早就已经毒发身亡了。但李贵人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可见真的不是臣妾下的毒啊！皇上，挑拨是非，诬陷救主，拖下去，乱棍打死！皇上，饶命啊！贵妃娘娘，救我！是。是厉婕妤，是厉婕妤，让奴婢在李贵人的茶水中放了红花，导致李贵人小产。事后有人以补品的名义做了马齿苋炖甲鱼送给李贵人。马齿苋炖甲鱼，这两者同一食用的话，肯定会七孔流血，甚至穿肠破肚而死啊！不错，幸好其是为了刺蛇草以毒攻毒，不然李贵人绝无生路可活呀！厉婕妤，那日你送甲鱼汤去侧殿的时候，臣妾路过不小心看见了，所以臣妾就自作主张用了刺蛇草。一来我是想救李贵人，二来我猜测厉婕妤不知道马齿苋和甲鱼不能同食，所以我就自行想为婕妤省去麻烦。但是我没有想到，婕妤现在竟然要把脏水泼到我的身上。厉婕妤，你还有何话可说？皇上，他污蔑臣妾，皇上，臣妾冤枉！娘娘救臣妾！臣妾可是按照娘娘您的旨。本宫如此信你，你竟敢如此行事，当真是枉费了本宫对你的怜惜之情。厉婕妤戕害嫔妃，贬为庶人，赐冷宫自尽。至于他，用上好的参汤吊住性命，再行征刑。皇上饶命！至于石贵人，你遇事不乱，条理清晰，很是不错。既然现在永恩宫无人主事，李贵人也生死未卜，即日起你继位婕妤，入主永恩宫。谢皇上。李贵人重用一事，其他参与者自行严惩。皇上，臣妾错了，皇上，臣妾领命。娘娘救救我！娘娘，将丽杰、将无力送入冷宫。娘娘，很好，咱们来日方长。哼，时日很多，娘娘莫急。我也一败涂地，你是来专程看我笑话的吗？本宫是听从圣旨来请姐姐死的。是个什么东西，还敢要我的命！是被你爹害得家破人亡的镇国将军府一说。江州统领，
竟私自出兵阻拦爹爹军中粮草的运送，那断了粮草，爹爹如何打赢此仗？夫人，不好了，老将军他战死沙场了。怎么可能？我才刚收到断粮的消息，怎么可能这么快呢？夫人，这信3个月前就被余娘扣下了，今早得到老将军战死的消息，才被送回来。夫人，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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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送给姐姐的礼物，不信。吴家上下都没了。江州吴统领通敌卖国，区区诛九族算什么？陛下恨不得将你们挫骨扬灰。不可能！我爹不可能做出通敌叛国的事情！一定是有人诬陷，有人诬陷，是你诬陷的！我一个小小的婕妤，何德何能陷害云城将军？你猜，此事谁最有能力办到？双贵妃，双贵妃，双贵妃要杀我！他还不肯就死吗？办事的太监回话说，厉婕妤将皇上赐予的自禁物件全部打翻，不肯赴死。哼，垂死挣扎。他家能有今天，全靠本宫和外祖。可他爹竟然为了区区侯爵之位，翻出当年截断粮草一事，威胁外祖，实在恬不知耻。娘娘当心身子，不易动怒。李贵人一事，差点将本宫供出，如此小人，实在留不得。你去跟小橙子说一声，皇上的旨意是要他的命，至于是不是自尽，哼，没人在乎。不可能，不可能！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你都参与其中。你要是落到了皇上手里，将事情全部吐露出去，他这个贵妃还怎么做？我爹爹为他外祖披肝沥胆，我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双贵妃是拿我当刀子使啊！师婕妤在里面吗？那我再等等吧。既然如此，那就鱼死网破。你既是将士的后人，你进宫一定是为了复仇。你帮我见皇上，我帮你扳倒双贵妃。你这个买卖做的倒是很直，一句帮我的虚渺承诺，就妄想让我带你出了这冷宫，还保你一命。他的所有罪行，只有我知道。你确定？反正你是要死的，我也没那么大能力带你出了这冷宫。不过，你只要将认罪书写下，日后双贵妃倒台，我帮你洗刷你吴家污名。你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执行双贵妃命令的太监就在外面。你若不肯，我走便是。但是，若有朝一日她成了皇后，你吴家的污名就再也洗不干净了。好。既然你不认，休怪我不义。你最好说话算话，扳倒他，洗清我吴家通敌叛国的罪名。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愿结于安。起来吧。他本是永恩宫宫中主位，我入宫的时候还送过我见面礼。我今天就是来送他一程，耽误你办事了，公公莫要怪罪。娘娘心善，说什么耽误不耽误的，婕妤客气了。自我自尽，你们敢违抗圣旨！断我军粮，抢攻上位，无家亡。碧桃，选一块吧。奴婢不敢。你在漾王谷伴我多年，又是为了我才特意入宫当值，你我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选吧。余途，当年将外祖作战余途泄露给外人的许之山，后被双贵妃提拔成了吏部尚书。得好好想想，许贵人可是个缩头乌龟的性子呢。你找机会把这个送到谏院谏议大夫盛如怀的手中，他自会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办。是叫武英勋，是属下无能，不怪你。毕竟镇国将军都去世这么多年了，当年那场大火把将军府烧成了灰烬，他这里低下，就算逃出去了，也没活路。燕国公府死也不承认傻子姑娘的存在。陛下，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当年您看见那个小傻子，或许真是当时生病的贵妃。是属下多言，继续找。陛下，谏议大夫佘如怀大人来了。选。启禀陛下，这是臣从许大人府上找到的月光石。月光石1克抵1000斤，宫中都只有2块。许之山一个吏部尚书，他怎么会有？月光石从何而来？臣尚未得知，但臣知道的是，这样的月光石在许之山府上有整整1箱。各色奇珍异宝，更是塞满了整个地窖。大胆！婕妤，此时盛大人因你在告发许之山贪污一事，皇上必定盛怒。我们此时过去，会不会不太好？此事许贵人知道吗？许贵人的家书，王喜已派人加急护送入宫。主角都已经登场了，我这个搭台子的当然得去看看。皇上！此事一定有误会，求皇上饶恕臣妾父亲一命。求皇上饶恕臣妾父亲一命。姐姐，这里可是朝堂重地，姐姐在这儿哭诉，恐会引得皇上不快。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对我指手画脚？妹妹贱名，恐污了姐姐的尊耳。你与其在这儿哭诉，不如去送送人情，兴许皇上一时心软，就饶了姐姐穆家。石婕妤，皇上传召。谢公公。公公，皇上还不肯召见我吗？贵人还是回去吧，皇上口谕，此事还要调查，暂不追究许之山大人。若贵人继续求皇上，定会立刻将许家满门流放，许之山赐死。请。送些什么？臣妾参见皇上。你急着赶来见朕，所为何事？回皇上，臣妾用老家的鹿茸菇熬一道汤，很是珍贵，特来献给皇上，希望皇上饮了此汤，福寿绵长。鹿茸还算珍贵，
陆荣姑算什么？皇上恕罪，陆荣是从仙鹿的头上生割所得，很是残忍，臣妾不敢献给皇上。朕从未想过，还有这一层含义。皇上，这鹿茸菇虽然是野菌，但也是臣妾母亲亲手采摘晒干，其营养价值虽然比不上新鲜的，但在臣妾的眼里，却比鹿茸还要珍贵。比不上新鲜的，为何不800里加急，送些新鲜的过来呢？皇上，后宫规定，嫔妃不可与家里有私自来往，偷偷的礼物往来更是不准。所以，这个鹿茸菇是臣妾入宫前带的，以宽慰臣妾思乡之情。是啊，这后宫断不可与朝堂往来，所有家书都必须要上报存档。可是为何朕才听完弹劾，许贵人就立马得知消息，赶来求情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伺候朕笔墨。是。冰糖葫芦，冰糖葫芦亮晶晶。哪里有冰糖葫芦？皇上，这块石头亮晶晶的，像臣妾儿时最喜欢的冰糖葫芦。动不动就跪，你也不怕累着自个儿？皇上不是说要来用晚宴吗？怎么还不来？刚才小臣子前来传话，说许之山被弹劾，皇上大发雷霆，留了什么？永恩宫的那个贱蹄子，趁皇上心情不好，讨乖卖巧，在御书房试了一上午，皇上便留他用了膳。贱人，天天就会勾引皇上。娘娘息怒，世杰于入宫已久，一直生病，从未侍寝，想着也许是着急了。传话出去，中秋宫宴务必让娘进宫。是啊。娘娘，娘娘，许贵人求见。宣。是。娘娘，王喜传来消息，说双贵妃安排了云姨娘中秋节入宫，那岂不是就是半月之后？那我得好好给云姨娘准备份大礼。求娘娘开恩，救救臣妾父亲吧！许之山贪污受贿，本宫怎好插手朝堂之事？娘娘，父亲府中那些奇珍异宝，可都是为了娘娘外祖云下去再存的呀！大胆，竟敢污蔑本宫家人！臣妾失言，都是臣妾父亲的错，求娘娘开导往人情伤，救救臣妾母家吧！知道就好，要救也不是不可以。还请娘娘明示。皇上最重孝道，太后的话，皇上一定听。太后只接受监狱以上的嫔妃请安，臣妾不过一个小小的贵人，连太后的面都见不着，如何才能让太后为臣妾说情呢？在中秋之前，宫中会举行祈愿之礼，到时候你就把此物送给太后，太后定会感受到你的孝心，届时本宫自会帮你求情。你与其在这儿哭求，不如去送送人情，兴许皇上一时心软，就饶了姐姐母家。此乃上好鹿茸，是咱们大将军从苦寒之地寻觅数年，才得这么一份，快马加鞭用兵运命，可见呢，我们娘娘啊，可是心疼贵人您啊。谢谢娘娘，谢谢娘娘。不过，本宫有个条件。娘娘请说，
只要能救臣妾父亲，不管何事，臣妾愿意赴汤蹈火。那个失节鱼，本宫很不喜欢。娘娘不喜之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此事，臣妾定给娘娘一个满意的答案。娘娘，送鹿茸会不会不太好？岂是不太好？佛门清净之地，太后不喜杀生，她送笙歌鹿茸这种血腥之物，是大不敬之罪，竟敢胡说八道，将贪污的脏水泼向外祖家，此人是留不得了。婕妤熬了这么久才绣好的经幡，今日祈福送给太后，太后必然欢喜。双贵妃那边送什么了？听王喜说，好像送了个大珊瑚。听说那个珊瑚通体红润，夜间还能发出微光，甚是难得呢。双贵妃出身高贵，出手果然不凡。这怎么破了个洞？你看，你们都出去。是，这个怎么办呢？祈福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换别的也来不及了。哪来的血书？要是在祈福典礼上被圣人看到坐实了诅咒之罪，我们就要被诛九族的呀！是婕妤，祈福典礼就要开始了，太后召集后宫嫔妃即刻到场。怎么办呀？碧头，你先去应付一会儿，我来想办法。中秋祈福，一是祈求国运昌隆、风调雨顺；二是祈愿皇帝子嗣繁茂、延绵大夏之功。你们身为嫔妃，在后宫中不可擅妒，谨记贤良淑德，好好的伺候皇帝，早日为大夏诞下皇子。臣妾谨记太后懿旨。礼品上供。臣妾托人寻得数月，得赤月珊瑚一株，珊瑚有灵，圣人必能感念。这珊瑚通体红润如火，价值不菲。双贵妃果然大手笔啊！这种品相的珊瑚，不知道要用多少人、多少时间去深海寻得。贵妃有心了。失节鱼，该您了。失节鱼，该您了。太后，臣妾家世单薄，只有一片赤诚拿得出手。这片经幡是臣妾亲手所绣，绣工不佳，望圣人不要嫌弃。如此大的祈福典礼，就拿几块破布敷衍？一片赤诚，已是最珍贵之物。太后不知，这失节鱼啊，未曾试气就先得进风，可见呐，是个有手段的。想必此次为博太后欢心，这经幡并不是普通之物，或许里面藏有乾坤呢。太后，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经幡而已，
针脚有些潦草，还请太后不要介意。无碍。哎呀，那个经幡怎么一片污秽呀？拿给哀家看看。不可，太后，臣妾修功不佳，恐污了太后的慧眼。这众人皆知，制作经幡呢，须得提前沐浴更衣方可出没，怎么可能会有污秽呢？哎呀，这怕不是有什么巫蛊之术，想要冲撞神明？臣妾没有。把经幡打开，让哀家瞧瞧。不可，太后。师婕妤，你如此惊慌，这里面该不会是真的有巫蛊之术吧？臣妾曾经听闻，在经幡里夹杂诅咒之言，在神像下放置749天之后，取出烧成灰烬，诅咒方可生效。师婕妤，你竟如此大胆！贵妃娘娘，这经幡还未细细查看，您下此结论为时过早。嬷嬷说的是，还请喇嘛快打开经幡查看一遍，若是无事，那就还师婕妤清白。不可！太后，此经幡这是臣妾诚心诚意所制，绝无巫蛊之术。既是如此，为何不敢打开？师婕妤竟如此大胆，擅攻破经幡！不止如此呢，娘娘，这经盘里呀，真藏了东西，真有巫蛊之术。一个刚入宫的婕妤，竟敢行诅咒之术。经幡血书，真的是诅咒之术！师婕妤，你好大的胆子！师婕妤神殿失德，妄行诅咒之言。来人，快将他拖去慎刑司严刑拷打。臣妾没有，请太后明察。证据都在这里，还敢狡辩？还请嬷嬷仔细看看里面的字。师婕妤，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诅咒之言怎可让太后观看呢？你是觉得慎刑司的处罚太轻了吗？好孩子，制作经幡已是一片诚心，你又何必用血书祈福？岂不是伤了自己呀？宜学之经幡，视为红经，红经上供，皆得所愿。贵人心怀慈悲，天下安定。臣妾愚笨，只是想实现愿望，所以莽撞了，还请太后责罚。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红经？明明是什么？既然里面没有诅咒之术，你为何不让我们打开？分明就是你心里有鬼！太后明鉴，藏有红经的经幡，在上供前就不可再打开，更不可让心怀歹念的人有所企图，所以臣妾才拼死保护。无碍，你一片诚心，神明自会知晓。许贵人，你话如此之多，想必你准备的贡礼也别出心裁，就别浪费时间了。这一次办砸了，还有下一次。只要拿到师婕妤的命，双贵妃定会帮我。许贵人，许贵人。臣妾托家人寻得百年鹿茸，特献给太后。你竟敢如此陷害哀家！来人，还不快把这个毒妇给我拉出去，打死！太后，臣妾何错之有啊！仙鹿乃万灵之主，你竟敢生割鹿茸，如此血腥之物献给太后，你还不知罪？太后，饶命啊！贵妃娘娘救我呀！贵妃！让母后受惊了，
许家贪污且与后宫私下往来，绝不可饶恕。所以儿子将许家所有成年男子全部斩首，成年女子全部成为军机。至于未成年的婴孩，全部送入寒城庙观，以全母后的慈悲之心。你安排了就好。这次祈福，双贵妃进献珊瑚，奢靡污浊，后宫众人献的都是些俗物，只有永恩宫施婕妤以血绣金幡，一片赤诚，实在难得呀。后宫也得要有这样的人才好，不骄不躁，真情实意。母后说的是。哀家知道他还没有事情，不便在此册封。这枚金钗是哀家生你之时，先太后赏给我的，今日便把它赐给他。孩儿替施婕妤谢过太后。本宫让你盯着施婕妤，你就是这么盯着她，让她发现了金幡的秘密不说，还让她出尽了风头，拿到了太后的金钗。娘娘恕罪，实在施婕妤谨慎至极，识破了徐贵人的阴谋，谁也没有给说自己偷梁换柱，所以臣妾没来得及向娘娘禀报，还敢狡辩！臣妾不敢。施婕妤，很好，怎么没发现是个对手？刚刚掉了几本书来着？回娘娘，3本。那就赐3针吧。娘娘，娘娘饶命啊！我错了，娘娘，你饶了我吧，娘娘。都是死人吗？这么吵，听不见吗？娘娘，贵人别害怕呀，就3针。娘妹妹别怕，妹妹前段时日中毒，本宫未曾照料，还请妹妹别怪姐姐。臣妾多谢贵妃娘娘关照。明日就是中秋宫宴，本宫特赐南阳上贡的玫瑰水粉，送给施婕妤，恭贺她敬畏之喜，请妹妹送达。本宫与妹妹姐妹情深，妹妹在贵人之位待得实在太久，此事过后，本宫定会在皇上面前说一说，敬妹妹婕妤之位。臣妾谢娘娘。里面确实掺了微草粉，一旦接触到皮肤，不出半个时辰就会奇痒无比，溃烂流脓。你为何救我？为何不救？姐姐与我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是昔日贵人依附厉婕妤，自然为她马首是瞻。但如今，姐姐昔日依靠的贵人，现在却要你的性命，难道现在还想与他们同坐一船？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没的？你当日那般相信厉婕妤，她是怎么哄你吃下那碗马齿苋甲鱼汤？差点让你命丧黄泉。贵人，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不需要我多说吧？你是让我选你一个小小的婕妤，一个小小的婕妤，便可保你性命。他这是想借你的手断我的路，你想好怎么办了？他不就是不想让我去参加中秋宫宴吗？我不去就是了，或者说换个身份去。今日中秋宫宴，
各位爱卿，不必拘束。多谢陛下，陛下中秋安康。皇上，臣妾许久与母亲未见，想与母亲说说话。母亲，你可算进宫了，你都不知道女儿快被别人欺负死了。对了，爹怎么没来？东国使臣不日进京，你爹正忙着。是谁如此大胆，竟敢给贵妃为屈受？今日可来了？没，他谎称病了，故意不来，引陛下担心。贱人手段竟如此之多，下次让我遇见他，我非好好教训他不可。还是娘对我最好了。娘，我先回去了。狗贼云家强抢民女，杀我丈夫！我要杀了你！狗贼云家强抢民女，杀我丈夫！我要杀了你！有刺客！护驾！大胆，竟敢在宫中行刺！贱人，竟敢欺瞒本宫！这位夫人，你没事吧？没。母亲，母亲，你没事吧？吓死我了！传太医，大胆刺客，竟敢在宫中行刺，拖出去，凌迟！皇上且慢，他刚刚说了一句话，是跟云家有关系。大胆！大殿之上，竟敢诬陷本宫母亲！施婕妤，不会是你找人来诬陷本宫母家的吧？陷害民女赵田已是人妇，可半年之前，云君等在街上偶然见我，便当街抢人，将我在巷路之中侮辱。舅舅，我丈夫得知此事，报官申冤，可谁知云家竟直接派人将我丈夫当众斩杀。我投告无门，便只好顶了同村妹妹的位置，混入宫殿。你说我陷害，我恨不得让你们死！就是你平日里惯着你的好弟弟，让他胡作非为，你们云家手上的人命何止我家一条？何有此事？皇上绝无此事啊！金斗平时也就是斗斗蛐蛐，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姑娘，你是受何人指使，要在这大殿之上冤死云家呀？证据供词皆在我怀中，皇上皆可查验。你们云家可真是胆大包天啊！皇上，臣妾敢为母亲和舅舅担保，只是今日大节，皇上切勿动怒，也千万别只听一人致辞。此事交由京兆府尹、大理寺合办，众卿不可徇私枉法，必给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微臣领旨。王玉堂，此人就交给你严加看管，但此案了结之后，再酌情处理今日刺杀一案。是。谢皇上做主。太医在偏殿，你先去处理伤口，再来陪朕。你恨他入骨，为何还要救他？若今日田儿真的在大殿上将他刺杀，我所做的一切才是真的白费了。只是我以为皇上会至少下令诛杀云金斗，没想到
双贵妃终究还在，皇上与她是自小的情谊。好在田儿的冤屈终于得到重视了。至于刺杀一事，我再向皇上求求情吧。穆太医，无诏不可入内宫。住手！住手！周天！哟，这不是刚刚出了好大风头的失节鱼吗？住手！快住手！他是苦主，儿子还未生，你不能。刺杀之罪，这样算便宜他了。人去乱葬岗吧。你们怎么敢？哼，一个无名无姓的舞女，本宫有什么不敢？而你一个小小婕妤，竟然敢对云家下手，谁给你的狗胆？听双儿说你是临城知府的女儿，姓江，你和原来镇国将军府的江氏有何关系？怎么，你怕了？怕我是那位被你害死的故人，还是怕冤魂索命心虚啊？放肆！我现在是宫里的嫔妃，你一个臣妇在这里以下犯上，你到底是谁？国公夫人以为我是谁，我就是谁。隐师，是我，你奈我何？隐师，那个傻子，是我，你奈我何？不可能，他就是个傻子，不可能逃出火海，不可能！我说了，你又不相信；我不说，你又在这怀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救救救救！十儿怕怕！救救！猫宝石儿！姨娘说了，一定要确保死干净。再检查一遍。姐姐姐姐，我们来玩捉迷藏，千万别出声。我们去一个阿娘找不到我们的地方。杀了他！杀了这个妖孽！我就在这儿。国公夫人自便。双贵妃现在喊人的话，你们杀人的事可就藏不住了。二妹妹，着什么急呀？咱们来日方长。哎呦，失节鱼这是去哪儿了？皇上召他侍寝呢。你们几个去那边找找。小五，你到底在哪儿？娘娘，凤轮春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不管用什么方法，杀了他！杀了他！永恩宫失节鱼。婕妤手臂上的伤，可好些了？谢皇上关心，太医已经细心包扎。起来吧。淡淡的泪痕让思念转身。为什么是他？怎么
陛下，你似乎和那日相见时不太一样。陛下，妾身在幼年时生过一场大病，有时做事没有分寸。当日在镇国将军府冲撞陛下了，还请陛下恕罪。陛下去哪儿？你既已入宫，朕定会护你周全，以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至于其他的，朕暂时没有心思。可今日是洞房花烛，陛下，陛下！娘娘，养心殿那边师婕妤还没有出来，第一次事情就留下她过夜。堂堂贵妃，伴嫁多年，让我至今都是完璧之身。生下皇子才能做皇后，可她不碰我，要我如何生？娘娘，此乃月怪之言，不可说。让她死，今日她就得死。陛下，陛下，贵妃娘娘派人传话说腹痛不止，希望陛下去看看。让太医去。你还是去看看吧。贵妃今日大典遇刺，肯定受到了惊吓。你舍得让朕去？贵妃身体抱恙，臣妾可不敢阻拦。还是事儿体贴。行，那朕去看看，在这等我。不许走啊。去吧。你是何人？你就是永文宫师婕妤。是我。有人托我取你性命，外面的宫女看人都以为晕，你准备受死，却是云家还是双贵妃？好身手！怎么都倒了？侍卫护驾，侍卫呢？姐姐，万幸万幸，老奴以为有刺客，将我外那些偷懒的奴才统统斩杀。是。皇上，你怎么回来了？贵妃娘娘没事，不过是无病呻吟罢了。朕说过，今夜定会回来。那我给皇上更衣。江山飘摇，于何处归？烽火连绵。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何用？给我狠狠的打！要不说他们两个上辈子约好了做姐弟呢？你看，连胎记都一模一样。是啊，夫人真是好福气。从前你不过就是一个伙夫，要不是我，你怎么会有机会站在我爹元辉将军面前？奴才牢记夫人恩典。知道就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这次还是不能得手，别说副将你别想，就连你这条小命都保不住。没死？怎么会没死？娘出宫前说会派死士过来，既然是死士，怎么可能会失手？娘娘，隔墙有耳。死士落网了吗？没。皇上怎么说？皇上只是说加强巡防，并没有其他的动作和安排。昨夜皇上还在本宫这儿养心殿，并未有暗卫守护，死士怎么可能会失手？许是皇上走得急，那人还没出手，皇上就……你这是在讽刺本宫留不下皇上。娘娘息怒，奴婢不敢。去把李贵人喊过来，就说本宫头疼，需要他来施疾。是。
这云锦上绣的是本宫最爱的牡丹，却被奴才们不小心弄破了。听闻妹妹的绣工堪比扬州绣娘，故而喊妹妹过来帮忙，还请妹妹费心。是妹妹不会又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吧？若是再将本宫的话当成耳旁风，姐姐当真就伤心了。臣妾不敢。妹妹这声音怎么听着发抖啊？是不是冷了？还不快给贵人多搬几个炭火来！要是将妹妹冻着，本宫要你们好看。是。贵人还不谢谢娘娘？臣妾谢娘娘关心。继续绣吧。若是不能将这朵牡丹复原，你知道后果。娘娘，她又出去了。去跟着她吧。碧桃，碧桃，怎么这个时候来找婕妤？婕妤现在正在陪嫁呢，有什么事情？李贵人被双贵妃罚在太阳底下绣花，4、5个炭火盆，就算不中暑，被炭火烤着也得烤死了。这么热的天，我知道了。以前回去，我找机会跟婕妤说。大理寺少卿王玉堂参见陛下，微臣今日特此前来送有关舞女赵田一案结案文书。查清了。是。呈上来。诬告。赵田是因为勾引云锦斗不成，所以诬告。是。此人见事情败露，已在狱中畏罪自弃。许是太后养的狸猫，不用管。此次诬告影响极大，京城内对云家议论不止，想必贵妃娘娘玉体难安。臣担心边境敌国屡屡挑衅，云辉将军心系家人，误了国事。朕知道了，下去吧。是。皇上恕罪，臣妾刚刚闲着无聊，觉得这花瓶好看，想拿起来玩玩，结果就……你来说说，这罪该怎么罚？皇上想怎么罚就怎么罚。臣妾这一小小的女子，哪里敢反抗？朕哪里舍得？有什么舍不得的？这后宫嫔妃众多，皇上今日罚了臣妾，明日自然会有新的佳人相伴。后宫佳丽3000，朕只因你一瓢。不信，昨日侍妾留宿养心殿，今日半价御书房，你去问问其他嫔妃，谁跟你一样？臣妾当然知道，皇上待臣妾是极好的，可是这专宠一事，臣妾不敢。那你想要朕怎么做？去双贵妃那儿？双贵妃独掌6宫，又受宠多年，自然是不会与臣妾这一时斤斤计较。只是后宫嫔妃众多，皇上应该雨露均沾。比如呢？比如李贵人自小产中毒之后都没有见过皇上，臣妾与他同住一宫，他对臣妾事事照料，我见他日日伤心，实在是不忍。要不皇上去看看他。臣妾自入宫以来并不十分顺遂，只有皇上和李贵人对我百般照拂。你呀，最是心软。好吧，我答应你。
参见皇上。你们这是在作甚？太监王熙与李贵妃白日通欢，贵妃娘娘命令奴才们惩治奸人。通奸与太监？是。皇上，这个时辰您怎么来了？朕若是不来，还不知道你宫中竟会发生如此荒唐之事。臣妾是想等此事了结，再去禀告皇上的，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让皇上发现，自得龌龊之事。李贵人，你怎么样？双贵妃，你是在这延禧宫动用私刑吗？师婕妤何时管起本宫宫里的事了？何况你哪只眼睛看见本宫私自用刑？太监本是挨了一刀子的废人，何以背上通奸之名？哪怕此事不是由贵妃捏造，为何不交由慎刑司提审问责？要您在这亲自动手？你够了！陛下，李贵人和王喜捉奸在床，是延禧宫所有人亲眼看到的。此事龌龊至极，骇人听闻。臣妾实在不敢走漏风声，想直接处理了，再秘密告诉陛下，以免毁了皇家清誉。捉奸在床，整个延禧宫都是你的人，你一句吩咐下去，谁敢不听啊？师婕妤的意思是，本宫吩咐全宫人犯欺君之罪，诬陷区区一个太监。想来师婕妤仗着皇上的恩宠，有些恃宠而骄，可以理解。但延禧宫是臣妾的宫殿，臣妾如何料理下人？难道还要看师婕妤的脸色不成？皇上，战争一触即发，臣妾外祖在外征战，在内臣妾父亲尹国公也是处处为朝廷尽心，臣妾不管做什么，也都是秉承家教，一贯是为了皇室啊。皇上，臣妾不是对贵妃管教奴才指手画脚，只是嫔妃与太监通奸的奇闻实在是荒谬至极，所以多了几句嘴。起来吧。李贵人，你还有何话可说？臣妾从未做过愧对陛下之事，更不曾与那太监私相授受。你们二人在西偏殿里白日宣淫，现在床上还放着你的肚兜和那阉人的贴身衣物，难道本宫冤枉你不成？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西偏殿发生的一切，老奴尽收眼底。老奴向祖宗起誓，娘娘所言句句属实。娘娘心善，见到事发，只是将那阉人拖出去问刑，而后又将李贵人小心请入正殿，想问个清楚。没想到李贵人见事情闹大，竟想畏罪自尽，说不是老奴几个人眼疾手快将他救下，娘娘这宫殿恐怕要被这种人玷污了呀。陛下不相信臣妾没有关系，只要保住皇室清誉，臣妾受些委屈也无妨。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如此淫乱之人，自然是悄无声息了结。报告皇上，若他二人真被刺死了，那他们通奸的罪名就算成立了。陛下别忘了，扬州知州李家祖上也曾配享太庙啊。那师婕妤的意思是，皇家要忍下这口气。一个五品小官罢了，竟也敢威胁朝廷。皇上，若李贵人因此被赐死，那李家在太庙的牌位也肯定要被拿下来。届时，朝廷上肯定少不了一阵腥风血雨，还请皇上三思啊！李贵人犯了失心疯，即日起幽禁冷宫。至于那个太监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太监是没有根的东西，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宣扬出去？就将他舌头拔了，罚他去慎刑司当苦力，如此也好，免去日后的麻烦。也好。娘娘，您就别伤心了，太医已经去医治了，想必王喜必然会平安无事的。只是那个双贵妃实在是太难对付了，我们要不然还是算了吧。算了，那这些日子我们受的苦，岂不是白受了？
在处理云家之前，还有一个人要先处理。谁？大理寺少卿王玉堂。哎呦，要死啊！这么简单的活你都干不好，真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在延禧宫当差的？怎么连个叶香筒都提不好？还不赶紧把这打扫了？一会儿啊，耽误了大家伙做事儿，你有几个脑袋？这全是金针儿，扫把怎么扫得干净啊？你给我用舔的！怎么，舌头没了，耳朵也聋了？让你舔干净啊！哎呦，四太监欺负谁呢？谁？哎呦，是婕妤娘娘啊！您今儿怎么屈尊来我们这阿杂之地了？刚才是你让他舔干净的。回婕妤娘娘，这小太监啊是新来的，不懂事儿，我想好好调教调教，没别的意思。是吗？哎呦哎呦，娘娘饶命啊，娘娘！娘娘饶命啊，娘娘！哎呦哎呦！你把这打扫干净，再去那边跪着。月初之前不许起身。奴才遵旨，奴才这就去打扫干净。哎呦，还不可去！呸！对不起，你再忍些时日，我一定找时间把你接出来。别这样。一朝相识就相思，你足以困我于方寸之间。你是我终生你，而我生死不平。自来将与你左右难平。不脏，不脏，不脏，不脏的王熙，这后果一旦污你血亲，你比那些人要干净多了。你放心，割舌之仇，我一定替你报。我已经禀报了皇上，说你那日惊惧过度，这段时需要休息，无法侍寝。多谢。王喜断舌，想必我再劝你回头，你会更不愿意的。师兄知道就好。可是双贵妃手段毒辣，眼睛也尖得很。王喜在她身边隐藏了那么久，还是被她发现了。眼下她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对付你。没把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师兄，我想出宫，云家的债我亲自讨。今日卯时出宫了，是。到底是皇上恩宠，看他家偏远，无法省亲，就赏他自个儿出宫逛。殊不知那个贱人，母亲早就死了。家世都是假的。说到底啊，皇上还是最器重娘娘您的。娘娘只要随便出手，无论他如何求，皇上都帮您拿下了王喜那个叛徒和那没用的李贵人。那是自然，本宫与皇上是年少情谊。给家里送信，上次没有办成的事，在宫里不方便。在外面，估计有办法。哎，小娘子，你是哪家的小娘子呀？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官人见谅，日光晃眼冲撞了官人。不打紧。哎呀，那个小娘子，小姐，鱼上钩了吗？那是自然。小娘子，我们也想请你喝一杯，汇聚楼有请。
你们也尊姓大名啊？并非无名小卒之辈，必能让小娘子满意。连名字都不敢报上，还说什么无名之辈、狐假虎威的东西，让开！小娘子，你还是乖乖跟我走，这样咱能落得体面，在京城，我们也看上的人还没有得不到。这不是那云家师爷吗？小声点吧，云家的名讳岂是你我能智慧的？云家，云辉将军的云家。小娘子既然知道了，那就请吧。你们要干什么？我可是宫里的人。宫里能有你这种角色？我怎么没听贵妃娘娘说起过？冒充宫中贵人，你有几个脑袋？给我带走！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世界玉人呢？世界玉命令我们不准回头，大概只是贪玩，我们再找找。姑娘，你有没有看到大概这么高、戴着面纱的姑娘？戴着面纱的姑娘刚刚被云家的人掳走了。什么？哎，小娘子，哎呀，小娘子果然是位绝代佳人呐、让大爷好好疼疼你啊！滚开！哎呀，脾气还挺倔，没关系，爷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来吧。他出宫了，这也是你唯一的机会。夫人，干什么？高门大院里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外面的人都在传，四爷云锦斗掳走了宫里的贵人。这话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我们林家可就要大难临头了呀！那小的去云将军府送信，让他们把人放了。不，他已经落到我们手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云府，否则不管他生事如何，我们云家在劫难逃。你赶紧把他杀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云府。是，只要他死了，一切好说，做成山匪劫杀，或者是干脆找个死囚去顶罪。来吧，小娘子，你躲什么呀？你别躲啊，让爷我好好疼疼你。我说你他娘是不是疯了？知不知道小爷我是谁啊？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云家窝囊废，云锦斗吗？你竟然还敢骂小爷骂我？你怎么了？我不仅骂，我还要打你！狗东西！你来人！死飞猪！把你扔油锅里炸100遍都炸不干你脑子里的水！四爷，你没事吧？没事儿，你家爷太生猛了。是这样，不打扰二位了。等等，你家爷说这样太无趣了，他呀想再多加一人。哦，我这就去请王二爷。王哲，你别怪我，谁叫你爹是王玉堂？你不怕我？你要是想杀我的话，上次在宫中就不会放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样？这样，你明明有能力可以逃走，为什么要跟他入府？又为何要诓骗王哲过来？因为他们都该死！快住手！快住手！绑架宫中妃嫔欲行不轨，何罪？死罪。享有军权的边境将军家属刺杀宫中妃嫔，何罪？谋反，诛九族。至于王哲呢，他手上的孽也不少，我本来不想拉他下水，谁让他父亲王玉堂为了保他，替他掩盖呢？可是这样，你的名声会受损啊！上次我就想问你，为何不杀我？你似乎很关心我。不是，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认错人了，云姨娘不会放过你，小心点儿。等一下，小五，你不想认我吗？小五，我是姐姐啊！你认错人了。自从上一任国公夫人去世之后，她云氏就成了新的国公府主母。因云氏渐渐势大，整个京城所有人都只知她是国公夫人，但从没有人叫过她云姨娘。可你刚刚脱口而出云姨娘，可知你是国公府旧人。你走得匆忙，来不及回望。说谎！是谁打翻的？是我。娘，是我。是我打翻的，不关姐姐的事。犯错要打手手啊！弟弟说谎，坏，打屁屁。我让你说谎！阿姐，为什么青春遗忘？你去引开他们，我以为你死了，你到底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当时云姨娘的人正在搜山，眼看就要找到我们，我只好出去将他们引开。没想到我刚出去，武山派就把我抱走了。武山派，外祖父的结拜兄弟庄爷爷。武山派解决掉云姨娘的那些家丁之后，我再去寻你，就找不到你了。我被神医谷带走了。阿姐，王二爷来了！王二爷来了！小娘子，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哭啊？云四爷没把你照顾好吧？嘿嘿嘿，你别害怕，我呀跟他可不好，我呀会很温柔的。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好，你别冲动。这里啊，可是云府，你就算是死了，这消息也传不出去。干嘛？已经丢了清白，何必再丢一条性命？只要你乖乖服侍我，把我服侍舒服，我定会在云四爷面前听你美言几句。到时候，就算他云家不要你，还有我王家呢。怎么样？把刀放下。只要你乖乖从了我，我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这是干什么？连好赖话都不听是吧？他说你就是一条践踏剩菜的野狗，你拿什么保证你说的话他会听？什么？四爷说了，平日里你跟他称兄道弟，实际上你就是给他擦屁股的一条狗，就连你的夫人都是他玩剩下的，不要了赠给你的。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什么从了你就有荣华富贵，都是假的。你在云四爷面前，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他根本就不会听你的话。他那头肥猪敢这么说我？哼！要不是我王家替他擦屁股，他凭什么就现在还能胡作非为？我夫人是他玩剩下的，我呸！他是不知道他府里的那些小妾跪在我身边求我恩宠的时候都是什么贱模样。哦，对了，还有他那个小娘，日日夜夜在独守空房，不都是最后我去送的温暖？云金斗跟他那个将军爹一样，都一样是软脚蛇。活着！你刚说什么？云四爷，我没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说谁是软脚蛇啊？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你冷静冷静啊，云四爷，少他妈跟我废话！今天要不是弄死你，我他妈的就不姓云！袁金斗，你敢打我？再怎么说也是大理寺秦家的独子，你敢打我？信不信我把你云家那点破事儿全给你抖出去了？放屁！我父亲是云辉大将军，我外甥女是当朝最宠爱妃，没有我云家就没有他那个大夏。你什么东西敢威胁我？你受死吧你！骂我软脚蛇，我弄死你！
娘娘，您没事吧？谁在那儿？娘娘安危要紧。陛下，云金斗、王哲二人因争抢劫于娘娘，发生了争斗。属下赶到时，刚好看到云金斗用剪子刺向王哲的胸膛，王哲当场身亡。那云金斗还口口声声地说什么？说没有他云家就没有大夏。放肆！陛下息怒。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啊！属下在现场还遇到一杀手，杀手身形极快，侥幸逃脱。维护娘娘周全，属下并未追捕。不过在现场捡到一张字条。幸好娘娘只是受到些惊吓，并未让这二人得逞，否则属下们难辞其咎。现在也难辞其咎。朕命好好保护婕妤，竟敢与婕妤走散，还让云金斗这小人当街掳走朕的爱妃，传言出去，皇家的颜面何在？属下吃罪。下去，各领50军棍。谢皇上隆恩。至于你们云家，这是在挑衅皇权吗？陛下，云家不敢，云家不敢。陛下，云家不敢。陛下，舅舅是被奸人所害，请陛下明察。是，小的是被奸人所害，是被冤枉的。冤枉？满大街都看到你的人掳走了朕的施婕妤，朕的暗卫亲眼目睹你杀了王哲，你有何可冤？陛下，平日里舅舅就与王家二爷走得近，王哲吃喝嫖赌无恶不作，都是舅舅看在发小的份上替他遮掩。之前就借用姐姐的贴身家丁，没事混个3、5两白银也就算了，没想到这次竟然如此大胆，用舅舅的人薅走了施婕妤。舅舅听闻此事，就将施婕妤请入府，想好好安置，再送回宫。没想到王哲竟然色胆包天，赶来云家抢人，所以舅舅才与他动了手。陛下，舅舅是被冤枉的。是。陛下胡说八道！贵妃莫要弃我小儿已死，不能替自己辩解，并将所有脏水泼到我王家头上。这么多年，王家替云家掩盖的罪行，贵妃心里难道没有数吗？王大人，切莫因为过度伤心就胡言乱语呀。本宫外祖虽远在边疆，但国公府还在。若尹国公见本宫受如此大的污蔑委屈，定不会坐视不管的。贵妃休要威胁老臣，老臣独子已死，没什么可怕的。陛下，老臣长子早夭，家中仅剩王哲独子一人，老臣爱子如命，今天就算搭上老臣的性命和多年的名声，也要为爱子讨回公道。这是近年来云家命老臣为他们掩盖的所有罪行，往来书信和证据皆记录在此，请皇上明察。请皇上明察。你们云家干的好事，你自己看。娘娘，娘娘，将双贵妃送回延禧宫，无诏不得出。陛下，您饶命啊！陛下饶命啊！家父远在边关征战，求您看在家父的份上，您饶小人一命吧！陛下饶小人一命。云辉将军还没那么大的面子，云金斗当街掳走宫中嫔妃，并屡屡在民间烧杀抢掠，强抢民女，斩立决。陛下饶命啊！陛下开恩呐！陛下开恩呐！陛下。王玉堂，臣在。你虽告发云家有功，但你替云家包庇遮掩，滥用职权，你儿虽死，却并不无辜，你可知罪？臣知罪。大理寺少卿为官不正，但念其悔改有功，朕饶你一命，判王玉堂流放3000里，其家眷称作官奴，即日执行。臣谢恩。怎么办？王玉堂那个老东西不要命了，连累整个云家。你说皇上会不会迁怒本宫？应是那个贱人，定是他下套陷害本宫。
皇上口谕，贵妃接旨。皇上口谕，近日事多，双贵妃身体抱恙，无法全权料理后宫事务，故生失爵于为妃，封号梁，并赐全权料理后宫事务，钦此。贵妃娘娘，奴才还要去永恩宫宣旨，奴才先告退了。贱人！皇上这是迁怒本宫了，快去给娘传信，让外族速速回京。娘娘，李贵人从冷宫接出来了，她正在殿外等候，说要向娘娘道谢。这段时间她在冷宫受苦，你让她好好在钟粹宫养着，本宫自然会去看她。李贵人说有事想跟娘娘禀报。你刚从冷宫出来，怎么不好好歇着？若不是娘娘保臣妾一命，臣妾估计早就惨死在冷宫中。你我不过是合作罢了。双贵妃欺负你，也都是因我而起，我保你是应该的，你不必谢我。不是的，娘娘，臣妾母家不过就是个五品小官，根本就没有获宠可能。我之前有身孕，是因为我给皇上下了药才得来的。本想能母凭子贵，没想到皇上更加厌恶我。这双贵妃又对我百般折辱，皇上从来不过问。若非娘娘保臣妾一命，臣妾如今可能早就已经命丧黄泉了。你竟敢给皇上用药！只要是起，就有怀上龙胎的机会。你说你何故如此，惹得皇上厌恶，双贵妃针对不说，自己小产还伤了身子。不是这样的，娘娘，皇上从来没有让我失过亲，确切来说，从来不让任何人失亲，所以这后宫的嫔妃绝无怀上龙胎的机会。你说什么？娘娘有所不知，皇上继位以来，每招人侍寝，都是赐一碗汤药下肚，嫔妃昏睡2个时辰，又由太监完好无损的抬出。那他怎么跟我？此事乃是后宫的绝密，所有的嫔妃都心照不宣，没人提及。直至那日，臣妾提前吃下了解药，并没有昏睡。我给皇上下了迷情香，这才有了身孕。我本以为怀上了龙胎，皇上哪怕再厌恶我，也会看在皇子的份上，赏我一个尊贵位分，从此我在这后宫中也能够有一席的立足之地。我不曾想，他竟如此厌恶我，让双贵妃百般折磨我，害我小产。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切莫再伤心，起来吧。娘娘，你日后一定要小心双贵妃。那双贵妃与皇上年少情谊，无论双贵妃做什么事情，皇上都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年少情谊，若双贵妃与皇上真的情谊深重，那她怎会跟其他妃嫔一样，至今未有身孕？臣妾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她是因为一块玉佩，入宫的时候便是妃位。玉佩？是一块玉佩，我也是偶然在双贵妃宫中得知的。那块玉佩是否为4爪龙纹血玉？娘娘怎会得知？这双贵妃将这玉佩视为珍宝，从不轻易示人的。被她锁在百宝箱之中，我也是有一次向她请安，偶然看见的。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原来如此。娘娘，王喜不肯出宫，所以奴婢按照娘娘的旨意，将他从内务府要了过来。那日欺辱王喜的太监都已经处理干净了。好，有你们在，我很安心。娘娘，您这身子还是乏得很，要不再传慕寒太医过来给您看看？不用了，明日吧。今日陪李贵人说的久了，腰疼的厉害，实在不想见人。是。
谁？小五，是我。你怎么来了？云辉将军带着重兵无诏回京，已经被皇上安为探知，云家彻底完了。至于尹国公，估计也……他轻信奸人，害娘亲惨死，我早就跟他恩断义绝了。不过，你要是跟他还有感情的话，我愿意放他一马。不，自他亲手杀害母亲那日起，他就不再是我父亲。此次前来，也是想听听长姐的意见。既然我们相互一致，那一切继续。继续。无诏回京，还带着重兵，他这是想谋反吗？皇上息怒，这云辉将军在边境称王已久，生出对皇家取而代之之心，也不是不可能。他若是在边境安分守己也就罢了，居然打着朝廷的旗号私开户市，敛收民财，边境无常，民不聊生。这老百姓告状的折子都送到朕的面前了，朕该如何容他？他不是想逼宫吗？你带上1万精兵埋伏在京郊，他要是出现，立刻让他移交军权，若是不肯，就地斩杀。是，皇上，臣还有一事。说，臣要弹劾尹国公。尹国公对东国使者极尽谄媚，私开皇家园林，任由东国使者围猎，并且亲自招募家人接待东国使者，风流韵事，百姓皆知。另外，武山派前日截获东国使臣传回的密报，上面不仅有皇家园林的舆图，还有什么？还有大夏在东国的所有钱庄的地址。岂有此理！这个尹国公竟然敢叛国！皇上，据臣所知，这东国使者以大夏在东国所有钱庄为交易，让尹国公放任东国使者在京城秘密调查。此事是武山派将证据一一递交上来的。武山派这么关注朝廷的动向？武山派乃民间第一大派系，人脉宽广，所行之事本不涉及朝政，但新任主持胡杰上任之后，便扬言危及大夏安危之时，大夏百姓皆匹夫有责。云氏意图谋反，诛九族，尹国公剥夺爵位，全府上下流放帐地，尹国公于府中畏罪自尽。皇上，永恩公派人传话，说梁妃腹中胎儿即将不保。你说什么？梁妃有喜，太医院为何不报？今日梁妃身子不适，太医给梁妃请平安脉，才得知。是。梁妃如何？回皇上，幸好娘娘身体一向康健，及时清毒已无大碍，否则此流入肺腑，不仅胎儿不保不说，甚至连母体也要消亡。到底怎么回事？娘娘怎么会中毒？娘娘今日身子困乏，每日都需要喝些提精气神的补药，都喝了好几日了，一直没有什么异样。可是今日小厨房发现了一个脸生的太监，对药下了手脚。当奴婢反应过来的时候，娘娘已经将药喝下了。太监呢？王熙公公已经将此人拿下，正在门外跪着。把他给朕带上来。抬起头来。太急。双贵妃让你下的毒，不关娘娘的事，是奴才自己看不惯梁妃。把他拖下去，杀！皇上饶命啊！皇上，娘娘，你已有身孕，明知此药有毒，为何还要以身试险？既然尹双想送死，我何不成全他？娘娘，碧涛，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打倒他的最后一次，你不能退缩。
娘娘，双贵妃，让她过来。奴才这就去。你外祖在外独揽军权，不遵皇命，你父亲尹国公叛国投敌，你蛇蝎心肠，多次加害诸多嫔妃，如今更是要谋害皇嗣。朕待你不薄，为何你一家人都如此的狼心狗肺？狼心狗肺！纯妃在宫中传播你不能人世的流言，力竭于父亲贪污渎职，李贵人给皇上下毒，我料理他们，不是正合皇上心意吗？我外祖在外征战多年，保卫大夏，我父亲在皇上争权时倾尽全力，如今天下安定，朝堂也稳，皇上就说我们狼心狗肺吗？到底是谁狼心狗肺？你说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朕没想，念在你陪伴多年的份上，让你以婕妤的身份在宫中安稳度过这一生。但是现在看来，也是大可不必了。既然你对朕颇有怨言，那朕就留不得你了。臣妾母家诛九族，皇上难不成还要臣妾陷入龙恩吗？皇上口谕，念双贵妃陪侍多年，剥夺云氏二品诰命夫人之位，自云氏自尽。我女儿是贵妃，谁敢让我死？皇上圣意已决，贵妃的位置必然不保，于是快自行了断，大家回宫复命。不可能，不可能！尔等一家看不起阉人，最后还不是死到阉人手上？将国公府烧了，圣上旨意不留活口。尹氏，尹家也是你的母家，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生父。如今你生父被害，你还要再杀父仇人，身下完转臣恩呀！尹氏，你个贱人，你不得好死！本宫拿了你的玉佩，受了你的孽，这一切的伤害都是你的。本宫在今日都是因为你。是你。臣妾欺君之罪，罪无可恕，请陛下。朕找了你许久，找了你许久。朕过将军府，全府含冤而死，谢陛下替将士报仇雪恨。尹国公，他该死。皇上，臣妾当日入宫，虽然有不得已，但终究是犯了欺君之罪。这些日子和陛下相处得很开心，臣妾虽然是真心的，但初衷终归是不纯。臣妾生下龙胎之后，自请离宫，到先皇陵墓守灵。你年少时就不太聪明，怎么到了现在，脑子还是这么不灵光？如今怀了龙胎，皇后之位非你莫属。朕不许你离开朕的身边，无论发生任何事情，